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们要讨论洛河博子医生所撰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指出，美容常识中的90%都是谎言。洛河医生曾担任国立医院东京医疗中心医长，也曾是再生医疗研究室室长，同时也是日本抗衰老医学会的专科医师，可以说是美容行业的专家。这本书由洛河医生作为再生医疗专业人士撰写，在过去30年中解决了许多患者的皮肤问题，并揭示了被传播的虚假美容常识，通过科学证据解释了真实的美容常识。比如说，这本书提到了一些虚假观念，比如胶原蛋白能够使皮肤变得紧致，防晒霜的 SPF 值越高越好等等，洗完澡后必须使用化妆水等。这些说法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已经有专家详细讨论过。此外，不要被有机天然成分来源所欺骗。肌肤问题和干燥通常是因为洗得过多。化妆品对皮肤的经皮毒性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也关心使用肥皂还是洗面奶等问题。一般被认为正确的美容常识和疑问也得到了医学上的准确解答。如果按照本书的内容认真实施，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拥有紧致光泽的美肌。今天的视频会重点解释我认为本书中最重要的几点内容。因此，如果您认为这本书有价值，希望您能查看全部内容。让我们一起享受探讨本书内容的乐趣吧。今天的内容摘要如下：涉及可能误导您的美容常识谎言 Top 5，以及最终全人类应该了解的真实美容常识 Top 3。让我们从可能误导您的美容常识谎言 Top 5开始吧。当前不论男女，我们都渴望拥有美丽的肌肤，并希望比现在看起来更好一些。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外表美观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第一印象几乎完全取决于外表，因此保持良好的外貌不仅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也对事业的顺利发展有益。在当今社会，外貌对个人非常重要。针对我们想要稍微改善外貌的愿望，近来关于美容和健康的新闻随处可见，电视和网络充斥着各种宣称效果很好的美容用品、美容精华等产品，美容相关信息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确定哪些信息是正确的，哪些产品真正有效，对一般人来说并不容易。因此，借鉴像作者这样的专业美容专家的意见是非常有效的。这些专家是该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的建议将有助于我们选择正确的信息和有效的产品。美容常识中存在很多误解，而且市面上充斥着许多可疑的产品，这点可以从评论中看出。首先，让我们从专业角度来审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美容误区，让大家不再在广告等信息中上当受骗，学习正确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将公布5大美容误区。美容误区 Top 5。第一，为了美容，应该在黄金时间睡觉。第二，每天早晚都应该彻底洗脸。第三，面部按摩是有效的。第四，使用透明质酸可以使肌肤保湿。第五，应该使用有机天然成分来源的产品。首先，我们将逐个解释这些误区，更新大家的美容常识。第一美容误区，为了美容，应该在黄金时间睡觉。这个误区经常听到，但实际上，美容效果并不取决于睡眠时间的长短。睡眠对皮肤健康很重要，但关键是保持规律和充足的睡眠，而不是特定的睡眠时间。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解释这些误区，希望能够更新大家的美容常识。为了保持美丽，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睡觉，这段时间被称为黄金睡眠时间段。据说在这段时间睡眠充足对皮肤和美容有益。或许你也听过类似说法，甚至可能会每天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然而，这种所谓的黄金睡眠时间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专家指出，生长激素并非只在这个时间段分泌，而是在入睡后约3小时的深度睡眠阶段分泌。尽管有人常说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生长激素分泌较多，但这并非绝对。
只要确保充足的睡眠，不论入睡时间如何，生长激素都会正常分泌。因此，重要的是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而非特定的睡眠时间段，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皮肤健康和美容效果。在当今社会，晚上10点就寝对许多人来说已经相当困难了。有时候加班可能会导致超过10点才能睡觉，而且如果一直认为非要在10点前入睡，甚至可能连周末和朋友出去玩的时间都没有了。放下为了美容而强迫自己在10点前入睡的观念，其实挺好的。重要的是保证充足的睡眠，而不是一定要在所谓的黄金睡眠时间段内睡觉。睡眠对于健康肌肤至关重要，它促进新陈代谢，使肌肤保持美丽，预防色斑和皱纹的产生。当然，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有早起型和夜猫子等不同类型，工作的性质也会影响起床和睡眠时间的安排。因此，希望大家能找到适合自己身体感觉良好的生活节奏，保证高质量的睡眠。以上就是关于美容常识误区中第1位的讨论，即必须在黄金睡眠时间段内睡觉才能保持美容的说法。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解释美容常识中的第2个误区：每天早晚都应该彻底洗脸。让我们先思考一下，对于保持肌肤健康来说，洗净身体、头发才是基础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大家经常听到保持肌肤清洁是保持肌肤美丽的基本要求，您可能也有同感吧？许多人都认真的每天早晚彻底清洁面部、身体和头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让我明确的告诉您，这样的习惯对您的肌肤并不好。近年来，有很多人面临干燥肌肤和皮肤问题的困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清洁。每天早晚都彻底清洁头发和皮肤的人，一旦养成这个习惯，就会觉得不洗会感觉不爽，无法停止。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皮肤并不需要这么频繁的清洁。我们的皮肤通常由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维持在微酸性环境中，这样有害微生物就不容易繁殖。皮肤表面微生物群会利用皮脂产生甘油和脂肪酸等物质，维护皮肤的屏障功能。此外，皮肤还持续进行新陈代谢，所以即使有污垢附着，也会随着老化细胞自然脱落，让皮肤每天保持清洁的机制。在洗脸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干扰这些本应该存在的生理功能，保持皮肤正常。也就是说，不要洗得太过频繁。现在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早上起床就洗脸，睡前也一定要洗脸的人？相信有不少人都会这样做。过度洗脸的习惯可能导致皮肤干燥和皮肤问题，这是挺令人震惊的事实。请记住，频繁洗脸会减少皮脂和皮肤表面微生物群，导致皮肤结构受损。要注意，过度洗脸会增加皮肤问题的风险，这样做会增加皮肤干燥、细菌感染和过敏的风险。这一点已经得到临床研究的确认。此外，作者建议要注意不要损伤皮肤。如果皮肤没有受损，基本上洗完脸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保湿护肤产品。换句话说，只要皮肤感觉良好，通常不需要过多的保湿护理。但是如果因为感到干燥而想要使用一些护肤产品的话，建议选择保湿剂，比如油类、凡士林、神经酰胺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将结束对于美容常识误区第2位的解释，即每天早晚都应该彻底洗脸的说法，然后继续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是关于美容常识误区第3位，面部按摩对皮肤有效的解释。看电视时经常会听到推荐做面部按摩可以减少面部皱纹、改善肌肤松弛等说法。随着年龄增长，面部皮肤松弛、暗沉以及口周围的笑纹等问题确实会引起关注。一些人可能每天晚上洗完澡后都会认真地进行面部按摩，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或许你也已经养成了这样的按摩习惯。然而，根据专家的说法，这种面部按摩的效果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完全逆向的。作者指出，
这样的按摩可能导致面部肌肤松弛、暗沉和出现黑斑等问题。为了保持皮肤的紧致和弹性，主要依赖于支撑皮肤的纤维组织。为了保持肌肤的紧致状态，最好尽量保留这些纤维组织。按摩会导致这些纤维组织受损，进而导致皮肤松弛。每次按摩时，想象一下细小的纤维被折断的情景，这就是按摩的实际效果。可以说，通过按摩实际上是在积极地加速面部松弛的过程。现在我们明白，面部按摩是逆向行为。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最好放弃它。这位作者是每天都进行各种技术手术的专家。他指出，人的皮肤并非简单通过拉扯就能改善。无论你用多大的力量按摩或拉扯皮肤，都只会破坏皮肤支撑结构，对皮肤没有任何好处。也许有些人会误以为用力拉扯皮肤就能使其提升，获得清晰的面部轮廓，但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想法。我们无法仅通过手部动作改变皮肤的状态。另外，作者不推荐按摩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摩擦会导致皮肤变黑。有些人为了让护肤品更好地渗透皮肤，会大力摩擦皮肤，但这对皮肤来说是绝对不利的，会导致皮肤晦暗和黑斑等问题。因此，请记住，用力摩擦皮肤是不可取的。这些行为会导致皮肤晦暗、产生黑斑等问题。持续受到摩擦的皮肤会刺激角质细胞产生角质和黑色素，这已被科学证实。这些区域会变得暗淡，并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有时我们会听到人们说肘部或膝盖等突出部位变黑，这是因为这些部位更容易受到摩擦而导致色素沉着。请避免过度摩擦这些区域，以防暗沉和色斑问题。上面解释了美容常识误区第3点，认为面部按摩对皮肤有益。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即美容常识误区第4点，认为使用含有透明质酸的产品可以使肌肤湿润。让我们继续深入讨论。透明质酸这个名词，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已经耳熟能详。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一样，近年来被认为具有美肤功效，在许多化妆品和美容产品中都有配方。透明质酸不仅直接涂抹在皮肤上作为护肤品，还作为美容食品广泛销售。透明质酸具有极高的保湿能力和抗衰老效果，它起到润滑油和电子的作用，连接细胞之间。透明质酸具有高保水性，能够保持水分并形成高粘度浓缩的凝胶状物质，因此涂抹在皮肤表面后，看起来皮肤恢复了水分，这是事实。然而，这种现象并非是皮肤本身发生的，而是发生在涂抹的透明质酸上。透明质酸本身虽然具有保湿并形成膜的作用，但并不会给皮肤补充水分。这种膜被认为可以防止皮肤水分蒸发，从而保持皮肤的湿润状态。持续存在的保水膜会导致皮肤一直处于潮湿状态，这会破坏皮肤的4层结构，使皮肤的保湿因子流失，无法自行生成水分。作者指出，因此虽然涂抹后皮肤可能会感觉不错，但一旦停止使用，皮肤就会变得干燥，因此需要持续涂抹，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美容诊所等地，透明质酸注射被用作治疗深层皱纹使其不那么明显的方法，这确实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产生效果。但直接注射透明质酸并不能增强皮肤自身产生透明质酸的能力，所以实际情况是2年后皱纹会再次出现。也有一些人希望能够维持数年的效果，这取决于个人选择。但基本上需要知道的是，透明质酸注射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注射可能会带来皮肤坏死或者重大障碍的风险。因此，请确保接受来自可靠医生的治疗。以上是关于美容误区排名第4的解释，透明质酸能够让肌肤保持湿润。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下一个话题，即美容误区排名第5的观念，应该使用有机天然成分来源的产品。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当谈到有机和天然成分来源时，人们可能会觉得这对皮肤和身体都很友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有机化妆品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没有化妆品的有机认证标准。所谓有机，指的是不使用化学肥料或农药进行有机栽培。有机化妆品是使用这些有机栽培的植物原料制成的化妆品。举例来说，在海外，要将产品认定为有机化妆品进行销售，必须符合政府机构或认证机构制定的严格标准，并通过严格的审核才能获得有机标志。然而，在日本，化妆品的有机认证标准相对较为宽松，即使只添加一种少量的有机植物成分，也可以宣称为有机产品。实际上，制造商可以自行判断任何事情，这是现实情况。我们应该避免被标榜为高级有机或天然成分来源的产品所误导。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全人类都应该知道的美容专业常识的真相前3名。我将解释30年来专注于解决许多患者皮肤问题的再生医学专家所分享的真相。具体来说，以下是全人类都应该知道的美容专业常识真相的前3名：一、正确防止光老化的方法；2、对斑点和粉刺都有效的治疗药物；3、最先进的技术干细胞的真相。让我们逐一进行解释，以便清楚易懂地阐述每一点。首先，我们要讲解全人类都应该知道的美容专业常识真相。第一位，彻底预防光老化的正确方法。近来，我们经常听到光老化这个词。光老化并非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的老化，而是指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导致的皮肤老化现象。皮肤因长时间暴露于光线而老化。光老化与随年龄增长而皮肤变薄不同，它是由于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紫外线总量导致的。皮肤经过长时间的防御反应后会变得厚实，色泽也变深。在光老化过程中，皮肤深层的弹性纤维会遭受破坏，这也是光老化的特征之一。弹性纤维的破坏导致皮肤失去弹性，出现皱纹和松弛的现象。紫外线暴露量越大，皮肤变得暗淡，出现斑点、皱纹和松弛的可能性也越高。这些就是光老化的特点。因此，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会导致肤色变暗，出现斑点、皱纹和松弛等问题。这样强调紫外线的不好，就好像它是有害的一样。可能会有人认为应该彻底避免紫外线，但我们不能忘记，紫外线对于维持健康至关重要。暴露于紫外线下可以帮助我们体内产生维生素 D， 而这种维生素是我们健康生活所必需的重要营养之一。此外，阳光还有调节我们生物钟的重要功能。过度避免阳光暴露也并不理想，因为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阳光照射来保持健康。不能因为担心皮肤老化就完全避免紫外线照射，因为这样会导致维生素 D 生成不足，影响体内生物钟的调节，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阳光接触适度很重要，如果过度暴露于阳光下，就会导致光老化。因此，经常外出的人们需要采取良好的防晒措施。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如何正确预防紫外线，以彻底避免光老化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紫外线根据波长分为 UVA、UVB 和 UVC 3种类型，其中对我们有影响的是 UVA 和 UVB。据说 UVB 比 UVA 引起晒伤的能力强600到1000倍。UVB 容易在皮肤表层引起炎症，导致水泡、强烈的炎症反应，并容易留下色素沉淀，这是其特点之一。相比之下， UVA 并不具备引起炎症或使皮肤变黑的能力，但由于其波长比 UVB 长，能够深入皮肤内部，长期暴露会导致光老化。目前用于防御紫外线的主要成分有紫外线吸收剂和紫外线散射剂2种。紫外线吸收剂主要对 UVB 起作用，吸收 UVB 并将其转化为热能排出，从而防止紫外线的影响。但由于吸收紫外线并引发化学反应，可能对敏感肌肤有刺激作用。而紫外线散射剂主要成分如氧化锌和氧化钛，在 UVA 和 UVB 方面都有作用。其微小的金属粒子能够反射光线，
遮挡紫外线。如果您正在使用防晒霜，可能已经了解到防晒指数 SPF 和 PA 值。SPF 代表 Sun Protection Factor， 表示对 UVB 的防护效果。一般人普遍认为 SPF 值越高，防晒效果就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实际调查，使用 SPF 15防晒霜时，已经能防御 93.3% 的 UVB。当使用 SPF 30时，防御率达到 96.7%，SPF 45时达到 97.8%，SPF 50时为 98%。这说明 SPF 超过15后，防御效果提升并不明显，并非 SPF 值越高就越有效。虽然 SPF 超过15后，防御率仍有提升，但一些人或许会认为选择 SPF 值在30以上的防晒霜可以稍微提高防御效果，因此更倾向于选择 SPF 值较高的产品。然而，为了增加 SPF 值，需要使用大量的紫外线吸收剂和散射剂，这会增加对皮肤的负担。因此 ，SPF 值越高，对皮肤的负担也会增加。为了保护皮肤，我们使用防晒霜，但如果防晒霜反而对皮肤造成负担，那就得不偿失了。除了 SPF 之外，防晒产品上通常还标有 PA 值。PA 值表示对紫外线 UV2 的防护效果，数值越高代表效果越好。当然，关注 SPF 和 PA 等指标很重要，但作者指出，为了有效防晒，频繁补涂防晒霜更为重要。选择适合的防晒霜比关注数值更为重要。不应该仅在外出前涂抹一次高效的防晒产品就认为足够了。最关键的是频繁补涂防晒霜，涂抹时要均匀涂抹，涂抹量要适量，并且要定期补涂。如果在户外活动，每隔3小时应进行一次补涂，涂抹时应轻轻拍打在皮肤表面，而不是摩擦涂抹，这样效果更好。美国 FDA 建议在暴露于阳光前30分钟，从中央开始涂抹 SPF 15的防晒霜，并且每隔2小时重新涂抹一次。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下一个全人类应该知道的美容常识的真相是关于对斑点、粉刺等问题同样有效的治疗药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对斑点、皱纹以及粉刺等问题进行有效治疗的药物。虽然过去人们认为除了进行特殊的美容手术外很难有效改善皱纹、斑点等问题，但近年来证明了一种有效成分。这种有效成分被称为视黄醇，也是维生素 A 酸的一种衍生物。它被用于治疗粉刺和老年斑等皮肤问题。在美国， FDA 已经批准其用作痘痘的治疗药品，并且备受欢迎，但在日本尚未获得批准，因此需要医生处方才能使用。这种治疗方案主要通过刺激皮肤细胞的更新，配合具有强效漂白作用的氢醌，实现皮肤再生。采用这种治疗方案会逐渐促进皮肤再生。视黄醇能够促进细胞分裂和增殖，刺激皮肤再生，同时它有助于排出位于表皮第2层的黑色素，大约在4周内减少黑色素的沉积。在此期间，结合具有漂白作用的成分，可以抑制新黑色素的生成，逐渐使表皮更新为含有较少黑色素的新皮肤。此外，视黄醇对于治疗粉刺也非常有效，并且可以促进皮肤胶原蛋白的生成，使皮肤恢复弹性并改善肤色。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效果太过理想化，视黄醇的效果也太神奇了。作者指出，市面上销售的视黄醇和氢醌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试更高级的视黄醇及维生素 A 酸，就需要向医生获取处方，因此请咨询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全人类应该知道的美容常识的真相。第3点是关于最先进技术干细胞的真相。最后，我想要讲述关于再生医疗领域中干细胞技术的最新动态。山中教授发现 iPS 细胞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之后这种技术在再生医疗领域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在再生医疗的实践中，使用干细胞进行治疗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直接将干细胞注射或通过静脉滴注到受损部位，可以促进其修复，对皮肤有良好的效果。随着干细胞注射技术在美容领域的引入，人们希望它能改善老化导致的斑点、皱纹和皮肤松弛等症状，并且预期其效果可能比传统的激光治疗和肉毒杆菌更佳。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干细胞在抗衰老方面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缺乏证据就否定了干细胞的作用。干细胞可以修复皮肤受损部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干细胞是否能达到抗衰老的效果，目前还没有定论。干细胞具有无限的潜力。目前，医疗机构已经可以提供针对皮肤的干细胞注射或静脉滴注治疗。干细胞治疗本身需要经过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再生医疗等委员会严格审查，包括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以及医疗体系和细胞加工管理体系等方面。只有通过审查并向厚生劳动省提交治疗计划并获得批准后，才能开始进行治疗。因此，如果您真的考虑接受干细胞治疗，请务必遵循正式的流程，选择值得信赖的医疗机构，并提交给厚生劳动省合格的再生医疗等计划。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内容，您觉得如何呢？今天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您可能被误导的美容常识前5名的谎言，并在接下来的2段中解释了全人类应该知道的美容常识真相的前3名。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些信息后会想到，这是真的吗？或者美容常识原来是这样的，而惊讶不已。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肌肤健康，拥有更加年轻、光彩照人的肌肤，让美丽不再只是表面的装饰，更是内外兼修的健康与自信的体现。希望您能运用今天的内容，提升自己的美容常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